如果从现在开始就不用再工作，搬到一个靠海的国家，用美国湾区1/3的生活费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，会是什么感觉？阳光、咖啡、慢节奏的日子，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葡萄牙。为什么越来越多美国的华人选择搬去那边退休？那边生活真的跟传说中那么好吗？值不值得？咱们先来快速的了解一下这个国家。葡萄牙在欧洲的西南角，濒临大西洋，气候温和，尤其是南边的阿尔加维地区，一年有300多天的阳光，真好。葡萄牙的人口大约是1100万人，其中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，第二大的城市是波尔图。在葡萄牙生活，英文还是挺管用的，尤其是在年轻人和服务业，沟通起来不太会有障碍。过去几年，葡萄牙吸引了大量的移民。对我来说，研究下一个要移居的国家，肯定是要看一看那边有没有 Asian community。毕竟我还是想要那种 fit in 和 feel like home 的感觉。所以我调查了一下，葡萄牙其中有3万左右的华人。今天这集我主要研究了3个城市，第一就是首都 Lisbon， 第二是波尔图，第三就是那个南边的靠海地区阿尔加维。跟我分析其他国家一样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房价、房租，还有生活成本。再来我会介绍一下葡萄牙的移民政策，是2025年最新版本的。最后再来分析一下葡萄牙的医疗适不适合老一点的同学去退休。咱们就从房价开始吧。先说一下葡萄牙的住房形式，跟美国是不太一样的。葡萄牙的城市里面的住宅大部分都是 condo， 就是公寓，很少有 townhome 或者是独栋的别墅。在首都里斯本，一个2房1厅的公寓大概是40万到60万欧元。另外2个城市，第一是波尔图。波尔图是一个文化氛围浓厚，生活节奏比里斯本更慢的一个城市。在那边买一个2房1厅的公寓，大概是25万到40万欧元之间。如果可以接受波尔图的外围区域，比如说 Gaia 或者是 Matosinhos， 那30万到60万欧元就可以买到 townhome 或者是比较小的 single family。那边比较安静，会带小花园、阳台，有些会有车库，还有海景房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南边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城市阿尔加维。这个地方在我调查的时候发现是退休族更感兴趣的，因为它非常靠海嘛，天气也比较暖和一些。在那边一个2房的公寓大概20万欧元起跳，如果想要靠海有海景或者是高尔夫球场呢，就会更贵一些。在阿尔加维地区，比如说 Faro 或者是 Lagos 这些地方，一个2到3房的联排别墅大概是25万到45万欧元。有很多这种别墅是 vacation home， 度假型物业，他们会带游泳池啊或者小花园。在阿尔加维的 Holiday Villas 就是独栋别墅，大概是50万甚至到120万欧元都有。这些是如果你要购房的价钱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因为购房而拿到 Visa， 所以买房子真的很 optional。 那我们就来看看租房子的价钱。外国人是不是可以在葡萄牙租房？当然是完全可以。跟房东或者是中介签合同一般是1年起，租个房子就带上护照、存款证明或者收入证明。比如说你用的是 D7 Visa， 一会儿我们会深入的聊一聊。根据我的调查，从23年到24年，葡萄牙的租金普遍上涨了7%到10%。比如说，我们先来看首都的里斯本吧，2房公寓，如果是租的话，大概是1200到1800欧元一个月。我还上网专门找了一个我有兴趣、真的可以接受去租的，这个是位于里斯本市中心叫 Quinta dos Barros 区1房1厅的公寓，它的月租是1400欧元，有家具、有电器，拎包入住。这个房子在的社区是属于比较安静，生活机能也很不错，比如说楼下就有传统的小店，走路2分钟就是超市，旁边还有健身房、绿地、公园，交通也很方便，可以开车或者是搭公交都很顺。这个公寓的视野非常好，还有2个阳台，采光、通风都很棒，还有2个大衣柜，浴室有按摩浴缸，还有暖气，冬天洗澡也舒服，设备是非常齐全的。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搬去 Porto 的房租会比里斯本便宜一些啦，同样是2房公寓，大概是900到1300欧元一个月。
相对里斯本要便宜20%到30%。但是近年有很多 nomadic friends 还有移民搬过去，所以其实 Porto 的房租也涨了一大笔，2024年同比涨了11%。我也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，这个是一个位于 Porto 市中心黄金地带，也是一个一房一厅，它有一个超大的露台，走路7分钟就可以到地铁站，交通很方便。这个公寓就在 Pororado 广场旁边，就是一个历史地标，是一个教堂，整体设计现代感十足，采光好，通风棒，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露台，坐在阳光下喝咖啡办公啊，超爽。这个房子也是跟我们刚刚看的里斯本那个公寓很像，它里面是全装修的，有配套家具和家电，也是拎包入住。开放式的厨房，抽油烟机、大冰箱，客厅和卧室都可以直接通大露台，可以种点菜呀、晒被子什么的。那 Porto 郊区的价钱我也看了一下，因为我想看看住个大点的房子会多少钱。住一个3房的 townhome， 月租大概是1200到1600欧元。Mataschihos 这边可能会高达1800欧元一个月，因为它那边有很多海鲜餐厅，还有非常 popular to nomadic friends， 所以需求比较强。看完了里斯本和波尔图的房子，第3看一下阿尔加维，我特别有兴趣的房子。阿尔加维房价会更便宜一些，比如说一个2房的公寓，一个月大概是800到1200欧元。沿海城市，比如说 Faro 或者是 Albufeira， 通常是1000到1500欧元一个月。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度假性质的，所以也要看淡季和旺季。旅游的旺季，比如说6月份到8月份，这个短租价格可能是长租的2到3倍，比如说一个 Airbnb 有可能1周就可以租到1500欧元。阿尔加维也是有度假 villa， 甚至是带泳池的那种，每个月如果是长租，它的价格是1800到3500，旺季的时候短租可以高达5000到10000欧元 per month。 我找了2个阿尔加维我比较有兴趣去租的房子，一个是中端的，一个是高端的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中端便宜一点的。它是一个传统别墅，经过了翻新，有所有现代化的配置，有自己的私人游泳池，有花园，还有自己的 gate。 我查它现在的租金虽然不到3000块钱欧元一个月，但是如果你是 long term rental， 比如说从10月租到第2年的5月，那它一个月的租金是3750块欧元。这个房子虽然已经很好了，但是既然我都查了，我就查一个更 ideal 的房子，一个 right next to the ocean， 可以走到海边，甚至就在海边的房子，高端的选项。它是一个非常惊艳的悬崖海景房，它的位置就在那个很 popular 的海沿线上，叫 Praia de Falsia， 可能 pronunciation 不太准确，请包涵。这个房子的面积是305平方米，如果用美国的 measurement 来看的话，大概是3300 square feet， 有4个很大的卧室，每一个都是一个套房，它会带自己的洗手间。别墅在悬崖边上，从2楼和3楼看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景色真的非常震撼，走路2分钟到海滩，位置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特别理想的。附近有很多 trails， 还有骑车的路线，周边还有 Epic Sauna Hotel 高尔夫度假村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Honey Farm 蜂蜜农场，生活机能和自然环境都很好。这个房子一共3层，还有一个屋顶的露台，坐在那儿看海看夕阳，真的太疗愈了。它的 monthly rent 也不是很便宜啦，7000欧元一个月，听起来很贵，但这已经是 the most expensive compared to 湾区的价格，其实也还好。目前我住的我家这个房子大概要小70%，这个房子租出去每个月大概也可以租3500欧元，这么看起来性价比还可以。看了这么多套房子可以租，我们来看一下租房实用建议。最好做长租，一次租1年，这个会比较便宜。一般要提前准备好2个月房租的押金。如果你想买个房子，1年里面有一段时间自己住，有一段时间出租，阿尔加维或者是波尔图短租市场会比较活跃，但是短租也要申请当地的 approval， 有一个叫 AL 许可证的东东。部分城市已经开始限制这个短租的申请了，所以你要投资的话还是要先调查清楚。长租的收益自然就会稍微低一些。里斯本市中心的公寓大概年化收益率是3.5%到4%，波尔图的郊区 ROI 会稍微高一点，是5.5%到6%。
阿尔加维的 ROI 一年是4%到6%。我说的这个 return 是 gross yield， 没有包括你的 operational costs， 比如说 property manager 这些东西。生活成本包括房租，想要过个舒舒服服的日子，大概也就2000到3000欧元一个月，还是比美国、加拿大甚至有些日本的大城市要便宜。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去葡萄牙退休？除了便宜的房价之外，葡萄牙的气候也非常好，很像加州的气候，而且那边生活节奏会比较慢，它毕竟是欧洲嘛，没有美国卷，更没有亚洲的国家卷。波士顿的食物还是比较新鲜健康，价钱也比较合适便宜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美国已经有每年3到4万左右的被动收入，那你在葡萄牙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。还有一个大点就是移民方便，葡萄牙的签证最近几年也有很大的调整，我查了一些 updated version， 跟大家展开说说。我们先聊一下 D7， 也就是被动收入签证。主申请人的被动收入每个月需要870欧元，也就是说一年需要11440欧元。比如说我就是这个主申请人，我有这么多被动收入，但是我又想带上我老公，他就是配偶，所以他还要 extra requirement， 需要每个月被动收入多435元，加上孩子，每个孩子需要每个月被动收入多261。如果还要带上父母，还需要给他们准备额外的被动收入。另外，主申请人需要在葡萄牙的账户里面存11440元，并且每年需要在葡萄牙住4到6个月。才可以 qualify 这个 visa。 除了这个 D7 被动收入签证以外，咱们第二个就来聊聊之前很火的黄金签证。根据今年我查的新的政策，黄金签证已经不能投资房地产了，但是你可以投私募基金 private fund，主要投的 area 是未上市的企业、初创公司或者是特定的行业项目，比如说 AI、SaaS（Software as a Service） 或者是可再生能源、太阳能、风能项目，就是这种比较 special 的，不能再是房地产了。之前葡萄牙有一个比较好的税务政策，是10年免税对于 Foreign Passive Income， 那个总称叫 NHR， 中文是非惯常居民税制。这个已经在去年彻底终结了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 NHR， 又叫 IFICI Plus， 它是限制给特定的职位，比如说科学家，还有一些 startup employee。 像我这种普通的投资者或者退休者，已经没有办法再享受这个免税的优惠了。 But the good news is， 葡萄牙跟其他欧洲的国家比，还是税务比较低的。我不是律师，我也不是 CPA， 所以专业的信息还是要去问专业的人。除了葡萄牙我查到这些移民政策的改变之外，其实欧洲很多国家移民政策最近都在改，比如说爱尔兰的投资移民也结束了，现在比较火的就是希腊。如果你想要在希腊买房拿到身份，还是可以做到的，只不过现在房价炒得比较高，但还是有比较低价15万欧元就可以做的项目。每个国家移民政策都很复杂，选择一个正确的适合你的移民路径就更加关键了。欧洲来看，目前还能考虑的葡萄牙有文化捐赠啊，还有基金的路径也更加稳妥，更符合欧盟审查的趋势，并且申请的速度也不慢，适合打算退休但是又不想折腾太多的人。意大利的移民也可以考虑，那边有自雇类的项目。马耳他相对还是比较稳定。说了这么多地方，当然如果你想要又安全又快的方式去办移民，还是得找专业人士。我推荐一家移民机构，在这方面很有经验，他们提供全球性的综合法律和配套服务，可以扫屏幕上的2维码跟他们的顾问免费沟通。我的频道只是分享信息，不为任何平台背书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既然是考虑去葡萄牙退休，那就不得不看看老了以后医疗怎么样。根据我的调查，在葡萄牙的医疗真的比美国便宜很多。葡萄牙政府是提供全民的健保系统 SNS， 当然你也可以买自己的私人保险，包括看医生、验血、拿药，一年花个几百欧就够了。Let me insert a table of comparison， 比较一下美国和葡萄牙的医疗。葡萄牙的医疗虽然便宜，但是我在给这个视频做调查的时候也发现，那边医疗系统等候时间很长。如果是紧急的健康问题，其实那边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年长了以后真的需要养老护理，那设施也很有限，费用也不低。医疗业的话 primarily 还是 speak Spanish，
也就是说还得学一个语言。综合考虑下来，如果你现在还比较年轻，葡萄牙 seems to be a very good option。欧洲还有没有其他你们喜欢的国家？也欢迎跟我分享你们的居住或者是旅居体验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做视频的动力，记得要给这个视频点赞、转发、留言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。祝大家都顺顺利利、开开心心的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感谢我的会员小伙伴们 Jason、Sam、张庚、Anna、Tony、Nick、Sue。